上課了。對，就是你還在划沖繩機票的同學，手機先收起來。嘿，來，今天這堂課很重要，你一定要聽完，因為聽完你才會恍然大悟啊！原來我的錢包跟我的靈魂為什麼會一直不由自主地飄向東邊那個小島？沒錯，你沒看錯，就是這句話。我跟你講，我最近真的發現一個超扯的現象，每次連假放完回來，我問大家，去哪玩啊？結果你猜怎麼樣？班上大概有一半的人手機拿出來滑開，全部都是沖繩的照片。同學們醒一醒啊！這已經不是什麼單純的假日出遊了，這根本是教科書裡面才會出現的民族大遷徙啊！好，我們來上第一課，主題就是集體返鄉到沖繩。為什麼我要用返鄉這兩個字？我跟你講，我敢打賭，在座的各位，你一年去沖繩的次數，搞不好都已經比你回老家看阿嬤還要多了，對不對？這哪叫什麼出國探險啊？這根本就是定期返鄉探親嘛！來，我們不要光用感覺的，數據會說話。光是今年台灣人去日本就超過600萬人次，600萬！這是什麼概念啊？這已經不是喜歡可以形容的咯，同學們，這根本就是一種寫進我們 DNA 裡的集體催眠，一種全民的癮頭，你知道嗎？好，接下來第二課，這課可能會有點衝擊哦，叫做地理與數學的崩壞。接下來我要講的東西可能會讓你開始懷疑人生，然後把你過去在地理課跟數學課學到的東西，全部忘光光。準備好了嗎？要來咯。你看看這個，以前地理老師是不是都跟我們說出國很遠，對不對？但是現在數學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事實，從桃園飛到沖繩只要75分鐘，但是你從台北開車，如果塞車的話，到台中要90分鐘以上。所以結論是什麼？結論就是出國居然比去國內的中部還要快。你的地理老師他騙了你這麼多年。這代表什麼？你知道嗎？這就代表你早上可以在台北悠哉地吃完一份蛋餅，然後叮咚，下一節課上課的時候，你人已經在那霸國際通上面吃午餐了。所以同學們，記住老師的話，以後上課遲到，千萬不要再說老師我塞車，我只會覺得你是不是剛從國際線飆回來啊？好，下一個我們來談談經濟學，這是一個很深的悖論。網絡上流傳一句話，你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荒謬，但你靜下心來，用心去感受一下。這句話是：因為去不起墾丁，所以我只好，委屈一點去沖繩。各位，我跟你們說，這真的不是在開玩笑，這根本是我們這個世代最偉大的魔幻寫實主義文學啊，不是嗎？你仔細想想你去墾丁，你要煩惱什麼？哇，塞車會塞多久？那個滷味一盤要多少錢？還有，天哪，車到底要停哪裡？煩惱一大堆。那去沖繩呢？去沖繩，你唯一要擔心的，可能就只有一件事：糟糕，我的 Google 翻譯快沒電了，怎麼辦？你看這個煩惱的層次是不是完全不一樣？好，第3堂課，這堂課是術科，叫做全民幼駕模擬考。來，各位台灣來的旅客請注意，歡迎來到沖繩駕訓班。跟你說，這裡的路又大又寬，然後開車的人又超守規矩，這根本就是為了我們台灣人量身打造的一個超大型的幼駕新手村吶。好，既然是駕訓班，那就要來個隨堂考。問題來了，在沖繩的路上，你要怎麼樣從茫茫車海之中一眼就認出你的台灣同胞？想一下，不知道，沒關係，來，老師教你們一個秘訣，保證100發100中。首先你先想象一下這個畫面，天氣超好，陽光普照，萬里無雲，那個海風吹過來都有點熱熱的，就是一個完美的大晴天。就在這個時候，你只要在路上找到那一台雨刷正在左右瘋狂搖擺的車 ，bingo， 不用懷疑，那一台車裡面坐的200%是台灣人，因為他的大腦明明是想要打方向燈，可是他的手卻很誠實的打開了雨刷。所以我們要給這個現象一個學術名詞，這種在大晴天瘋狂擺動的雨刷，其實它不是雨刷，它是什麼？它是我們台灣駕駛在對同鄉發送的雨刷摩斯密碼。
而這個密碼翻譯出來，意思通常就只有一個，那就是救命啊，我又打錯了。好，講完了開車，我們來進入第4章，沖繩的台灣話。你想想看，當這麼多台灣人像那個鮭魚回游一樣，全部都湧進沖繩的時候，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發生了，就是你開始會有點錯亂，分不清楚我現在這裡到底是日本還是台灣 2.0。真的啊，你走在沖繩的國際通，仔細聽，你聽到的台語搞不好比日文還多。然後你在人群裡面試試看，喊一聲借過一下，你會發現大概有一半的人會自動讓開，還會順便回你一句不好意思。那種人擠人的感覺，那種親切感，根本就是直接把整個西門町搬到海上去嘛。吃的也一樣，你們看看這個去沖繩必吃的沖繩麵，對不對？你看上面那塊滷的油油亮亮，入口即化的3層肉。來，同學們摸着你們的良心，大聲回答我，這不就是我們台灣之光礦肉麵失散多年的兄弟嗎？所以啦，我們台灣人去吃完之後，唯一的共同的評語通常都是这一句：這個肉好像沒有我阿嬷滷的那麼爛呢。沒錯，這就是我們台灣味的驕傲，不管到世界哪個角落，都要跟家鄉味 PK 一下。好啦，前面開了這麼多玩笑，不過在課程的最後，我們來聊點比較正經的。到底為什麼我們總是會一次又一次的回去那個地方？我想這背後其實是一個關於我們心靈的逃生出口。因為你想想，當我們每天被工作、被生活壓得快要喘不過氣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逃生出口。而沖繩對我們來說，它可能不是什麼去遠方的偉大冒險，它比較像是一場只需要75分鐘的溫柔的逃跑，逃到一個好像比家鄉更漂亮一點，但又跟家一樣讓人覺得很安心的地方。所以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完美的充電循環。你看哦，步驟1，你覺得快要被壓力給榨乾了；步驟2，你突然想起來，你的逃生出口只要75分鐘就到了；步驟3，你就在那個有大海、有礦肉麵不是，我是說有沖繩麵的地方，把你的靈魂重新充滿電。所以今天的課我們就上到這裡。最後，老師留一個回家作業給大家想一想。沖繩是很多人的75分鐘心靈避風港，那麼專屬於你的那個逃生出口又在哪裡呢？好，下課。